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家庭美食记。今天我来到了我的好哥哥家，来探访一下他们家的家庭美食。大家今天可有口福了，因为我的嫂子是地地道道的朝鲜族，而且在韩国生活了很长的时间，体会到了韩国的美食精华。今天我这嫂子啊，要给我们做一个地地道道的韩国紫菜卷儿。好，下面有请我的嫂子小南，耶！ 안녕하세요. 반갑습니다. 안녕하세요. OK， 好的，废话不多说，说做咱就做。嫂子，麻烦您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所需要准备的食材好吗？它需要鸡蛋、牛蒡、萝卜，还有香肠，像这些韩国超市都有卖。菠菜、胡萝卜、黄瓜，还有蟹棒。而且就是必不可少的紫菜。太棒了。 然后还有一些小配料，芝麻、香油。好的。然后再有少不了的就是大米饭，是吧？对。太棒了。那这些都是可以在韩国超市能买得到的。买得到的。好的。首先我们是要把这个菠菜焯一下，是吧？对。这个焯的时间不用很长。对，不需要太长，它只要变色变软就可以了。OK。 菠菜要用冷水过一下，然后呢要攥干它的水分，放一些盐，再放一些芝麻油，再放一些芝麻。哎呀，看着就很香啊！然后把它抓拌均匀。这个我们要把这蟹棒给它从中间分开，是吗？对。 那么这个黄瓜要切成丝儿就可以了。好的。这胡萝卜也是要切成丝儿吗？对，都要切成丝。这个香肠看着很特殊，它是专门做这种紫菜卷用的吧？对，它就是专门用在这里的。 上超市里都可以买得到，如果没有这种香肠，就用普通的家里的那种香肠都可以。要把这几个鸡蛋是要怎么做呢？下一步，给它煎平，煎成鸡蛋饼吗？对。嫂子，那底下就是刷一刷油就可以，不用倒油是吧？不用，薄薄一层。 就可以了。那火候用什么样的火呢？大火还是小火？先用中火。先用中火。鸡蛋倒上之后，再用小火。OK。要不然就糊了是吧？对，而且煎出来也不漂亮了。这个饼现在煎得很漂亮。 嫂子，我们下一步是要做什么呢？把胡萝卜用油炒一下。胡萝卜还要炒一下。对。那这胡萝卜生吃不可以吗？它经过油加热的话，它会释放一些胡萝卜素，对身体是有好处的。哇，这里面讲究还是真的是蛮多的啊。这胡萝卜是要微微炒一下就可以，还是要这个多炒一下？ 像今天我是切的比较粗，就多炒一下。好的，如果刀工好的呢，可以就轻轻炒一下就可以了。这个不用煎的时间太久，就是拿它热一下就可以。如果是家里的普通的香肠。 不加热也可以，不加热也可以。就是这个香肠本身可能还是比较生一点，是吗？对。把这个4个面都要煎一煎，是吧？这个香肠这个热完了之后真的是好香啊！对呀，很香的。
这个牛蒡好像平时我们很少见到啊。对，它这个牛蒡也都是经过处理的，都是腌制好的，就是这样。这个我们准备好的这些食材啊，都不用吃，现在一看就都非常的有食欲。这个米饭也要再加工一下、处理一下吗？对，放一点盐。再放一点香油，再倒一点芝麻。我感觉这个米饭放点酱油就可以直接吃了，一看着就很香啊。对。如果有黑芝麻的话，也可以加一点，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。好。现在呢，咱们就是最后一个步骤，把所有的菜都要放到一起去卷。但是呢，这个紫菜有很多人都说卷起来之后会有裂开的，上面有带纹路和不带纹路的。咱们呢要把纹路横纹放在上面。OK。然后顺着它那个横纹来卷，要这样卷，它就不会裂开了。咱们先把米饭放上。这放米饭的时候，边上还要留一点点，就留一个边儿嘛，这边。对，因为它要跟卷起来之后要粘在一起的。OK。然后放上胡萝卜，对，腌好的萝卜和牛蒡。这个顺序都是大家随意。然后是黄瓜呀，鸡蛋饼、蟹棒，还有闻起来就超级香的这个香肠，最后是腌好的菠菜，真的是一看是又健康又美味啊！这么大一个卷儿，卷起来的时候一定是很费力的。对。有一些专门卷紫菜卷的帘子，但是呢，我不太习惯用它。这个不太专业的，一般用帘子，像你们专业的就直接用手就可以了。边上是要抹一点水吗？对，这样它就会粘好。哇，好漂亮！嫂子现在这个刷的是什么呢？香油。香油刷上面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？等一下就看到喽。哇这个芝麻撒在上面就粘住了是吧？对。而且还好看。好看，确实好看。好，大功告成，紫菜卷完成。好长哦！馋不馋？想不想吃啊？嫂子，今天您辛苦了，给我们带来了这么正宗、这么好看又好吃的韩国紫菜卷儿，谢谢。OK， 好的，朋友们，关注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会带您走进千家万户，去探索不同的家庭美食。谢谢观看，下次再见。다음에 또 만나요.